来吧，新玩具！复古魔玩推出的这一款 FG01天火配色，其实底材用的也是当年玩社出品的 VF-ES 女武神了。这回改了一个当年老 G1复古风的天火的一个涂装样式啊，但配件方面可是非常多的。如果是预定的话，会带一套这样的透明外装甲的特点。而且这两块采用的是荧光材质，一会儿我们装上看一下效果吧。即使不预定买现货啊，它也有这么多的东西，反应弹、狗豆弹这些一应俱全 ，SP 包也都带着。这3枚是3个形态下使用的支架托，肋部下方这2块填肉的零件和后颈的填补盖以及升出的这个座椅啊，这个是当时玩社的一个补充包。就桌面上的这些东西啊，预定的价格是599块。另外还有649块的豪华版，会多带一个这样的金属涂漆的支架。支架的造型也是出自当年的《超时空要塞》剧场版《可曾记得爱》里边，从 SDF-1 的一个舱口里伸出的一个支架造型。齿轮关节，各方向的摆动支撑性也不错。就这个支架，当年亚麻头卖的也不便宜啊。所以这些是649块豪华版的全部内容。这个模具原始造型背后这里是没有这个舱盖的。卸下来之后，我们可以更换这个出舱的座位。涂装的细节方面是完全照着 G1天火的那个样式来的，毕竟也是一个非常古早的模具了。其实玩超时空要塞的朋友们对这个模具是相当熟悉的。我们来开始直接变形一下吧，也是看一下这一回的这个 KO 版的手感怎么样。背包这里翻开，翅膀先打开吧，腾出更多的空间。后边的这块盖板变成人形的时候，要往下压一档，翻折开，然后抠开屁股上边这里锁定的一个板件，把中间的合金轴咬钩拖出来。注意头炮的一个造型，顺到下方来，旋转，进行一个双关节的折叠，推过去。打开前胸板，把这一块的盖子缩到里面。这个盖子在往回扣的时候啊，注意下方这里甩着2个小豆点儿，把这2个小豆点儿填起来。原先放合金轴的这个位置，把这块的窟窿补起来。其实这个老模具还能还原出来当时 TV 版里边的一个梗啊，把头拔掉，后边的杆子折回去，机头就可以直接的拔出来。当年把这个驾驶舱夹在腋下逃生的一个场景。中间的这块板是合金件，但是看到上面也有一些蹭漆的部分。然后根据里边的2个合金的双关节往后扣，把这2条插进去。这里边有2个咬钩，把它咬平。前方机舱的位置放平掉。腿部这里有2段关节，把这一节拔下来，膝盖再拉长，往里折叠，外转一下，变成8字脚。注意前方的引擎盖这里上的时候，先把里边这里让进去，斜着进，扣进去以后，再把上方这里填平。哎呀，变 G 形态怎么把手缩进去了？脚踝的滑道拉长，往下折叠。哎，总爱玩这个梗啊，什么这个 G 形态，那个模拟 G 形态，这个才是 G 形态的祖宗啊！而且其实老玩社设计的这个模具也是很经典的，看这个 G 形态做的非常标准，机头点地的这种角度，以及外8字的腿部，相当的有味道。另外就是在 G 形态下，我们来看一些做工的细节吧。首先，因为这回有大面积的红漆，其实看在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有一些红漆喷溢界的，或者说蹭漆的部分。还有就是这个手型啊，握枪其实不是太稳定。虽然说将握得住吧，摆一些造型也可以啊，但没有想象中握得那么的结实。接着咱们也是把它变成飞机形态，手臂继续翻进去。刚才我都多余变这块，
腿部再次的折开，先卸松掉，胳膊顺平。这里有一个翻转90度的板子，然后顺着根部这里挪过这个边缘的夹角来，往里边放，立起来。腿部压回来，先调到正确的方向，然后拿出武器，把这里怼进去它，缩短。夹在2条手臂中间，这里胳膊变到位以后啊，要往上推一下，根据下方的这个磨盘式的转动，推进去卡住，这样才能拼得齐。武器夹在2条手臂的中间，然后腿部再进行归位，翻过来这里，腿后方跟背后进行挂钩的咬合，背包整体的翻下来，注意根部这里往起提一下，过倒角，然后小腿上边左右的咬钩，把背包夹住，尾翼立起来，滑道推一下，把中间的缝隙变好，最后打开起落架。前起落架这里还是有牵引挂钩的，但是也能看到涂装异界的地方。总的来说，非常经典的一个模具啊。Y社在当年，别看它设计的简单，但是该有的一些细节都做得很到位。只是这一次 G1天火的配色为什么要喷一个统合军的 logo 呢？翅膀上也有，我觉得这2个地方不应该喷啊。还有这些统合军的铭文，其实应该照着 G1天火老玩具的那个样子来。驾驶舱可以打开，透明的舱盖，里面一条灰战斗服的这个细节涂装做的还可以。同时，驾驶舱内部仪表盘上面也有涂装细节的刻画。甚至这里还有一串细小的文字。雅马托也好，还是后来的阿卡迪亚也好，喜欢这个模具的人大有人在，甚至很多超时空要塞的核心粉丝，这个模具的各种配色都收集的一应俱全。我曾经看过几10架不同配色的，就这一个模具摆在那一圈，相当的壮观。变形过程中的那个手是稍微小一点的，而且是棱角分明的那种啊，额外还会带一兜这样的替换手型，也是像动画片里边那样圆滚滚的指头。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装那 SP 包吧。首先把尾翼叠吧起来，腿部这里卸松，起落架我们先把它全部收起来，腿部拆开钩子卸松掉。注意这个腿是要稍微弯曲一些的，各折1段关节。手臂左右分开，把武器先卸下来，然后我们一层一层的来装。首先手臂上左右夹合的扣子插上去，注意在插的时候把这个预留出来夹武器的这个卡孔。然后继续把武器夹在这中间，腿上先安这一块，前方这里是有钩子的，往下拉，挂紧，然后拿出这一块反应装甲，腿部回归，把这个钩子再挂上。为什么大腿的2段齿轮要各掰1齿？因为装上包以后，后边的厚度增加了。然后拿出背包，下方这里有2个插口，插到根部最下面，把这里推齐。背包这上面有2个锁钩，把它和原先的背包夹合连接在一起。此时翅膀下方，你就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搭载反应弹了、狗豆了，这些无所谓了。但是注意啊，它不能拧。这里是一个等于 C 型的咬钩，勾在这个圆凸上的，而且注意这里有防呆孔，
它不能左右来回的拧啊，只能调整一点点方向。转到一定幅度，这里有一个限位，不要再转了，不然会崩坏的。最后，我们掏出飞机形态下的这个插桩，架在支架上。好的，这个合金支架撑上去还是非常稳定的啊，非常经典的一幕，斜着从 SDF-1 的格纳库里伸出来，准备出击的一个姿势。哎，当然它是天火嘛。装上包以后的效果还是非常重型。其实啊，天火就应该有这 SP 包，没包就不叫天火了，对不对？另外，这个 SP 包啊，还有很多的细节可以展示。把它的装甲全部的卸开，里边有非常漂亮的金属漆涂装内构刻画。当然，此时就可以换上特点带的这一套透明装甲了。带着红色透明件去展示啊，把这些细节的内构表达出来，这个质感很漂亮。这一次复古魔丸主打的一个噱头啊，它前方的这一块用紫光灯照射一下，它里边是有荧光漆的涂装的，会发亮。把这两个荧光头都换上，哎呀，紫光灯一照一闪闪的，相当的漂亮。那么总结一下这一次复古魔丸的这一款天火配色的 VF-ES 吧，这是一款经历了很多时代更迭都毫不褪色的模具。Yamato 当年用这个模具赚得盆满钵满，而且后续还推出了不同的配色，以至于到了阿卡迪亚时代都在一直推出这个模具的各种各样的版本和各种各样后续的一些精图版。足见这个模具的底子是相当有实力的。这一回复古魔丸推出的版本可以说是把配件做到了一应俱全。曾经 Yamato 在这一款模具的基础之上，后来增加的所有的东西，一套的豪华版全部满足，甚至连这个当年卖的很贵的支架都给你弄出来了。649块的豪华版，可能对于玩变形金刚的朋友们来说，觉得可能有一些贵啊，但是对于玩 VF 的朋友们来说，其实这个价格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一个大套系啊，非常多的包都融入了其中，你可以有非常多的选择互动性，而且这一回的这个荧光涂装的透明壳子啊，还是非常有噱头的。G1天火的配色，这个在亚麻豆时代还是阿卡迪亚时代都不曾推出，不好的地方也有啊。它目前来说，我看到的这个样板件上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涂装异界的地方比较多，红色的漆面啊会有一些蹭漆的现象，在变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另外就是 SP 包上边的某一些装甲的扣点不是特别的紧。还有一个在人形状态下胯部球关比较松啊，站立起来还是需要支架的辅助啊，这一点是当年这个老模具设计底子的问题。I 社和 A 社在做这款模具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现象，这是模具设计底层逻辑的问题。其他的方面，我觉得用料啦、模具的精准度这些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主要就是现在的喷漆显得有一点糙，看看大货出来喷漆的部分能不能精进一点吧。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样板件啊，在很多人手上来回的传递，所以导致了蹭漆的现象非常的多。那总的来说，这款产品是属于变形金刚和超时空要塞玩家双出狂喜的作品。哎，没错，说的其实就是我这种人啊。其实最终啊，还得看它大货的品质如何。而且据厂商说，目前支架喷的这个金属漆的配色啊，也是一个参考的方案。可能大货的时候对这个配色还会有一些细微的调整吧。那么得嘞。今天这一套复古魔丸推出的 FG01天火配色的 VF-ES 女武神就是这样了。